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故事时间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习韩语的故事。我是一名中文老师，但是我也很喜欢学习外语。除了英语以外，我还学过韩语和西班牙语，我觉得非常有挑战性，也非常有意思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习韩语的故事。这张是我 Topic 6级的成绩单，考了有好几年了。6级这个成绩我非常的满意，也是我当时想不到的一个成绩。我和韩语的缘分开始的挺早的，差不多在10年前，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大学生。哇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。那个时候我其实对韩国韩语不太了解，也不太感兴趣。但后来经过朋友的推荐，那时候的韩流也特别的火，我就爱上了看韩国的综艺节目，像那个时候特别火的《Running Man》，还有《无限挑战》，这些综艺节目都非常的经典，几乎每期都看。那个时候真的很上头。上头它是一个网络流行语，就是指你对某个事物或者某个人有着强烈的感情，非常喜欢这个意思。我们也有下头这个词语，反过来说就是你失去这种强烈的感觉，就现在不喜欢了，没感觉了，下头了。虽然那个时候我一句韩语都不会，但节目上有中文字幕，我还是看得非常津津有味。不得不说，韩国的综艺节目做得真是好，真有创意。就是因为太爱看韩国综艺节目了，我就慢慢的对韩国产生了兴趣，对韩国的文化、食物、故事都非常感兴趣，甚至在想，可不可以去韩国旅游一下呢？去韩国看一看，看看是什么样子的，是不是跟综艺节目里面的一样？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大学生，没有钱，很穷，所以呢，我就找了一份兼职，每天放学以后去做兼职，然后把做兼职的钱攒下来，攒了差不多半年的钱，我就攒够了去韩国旅游的经费，实现我人生第一次的韩国之旅。那趟旅行非常难忘，非常深刻。我遇到了很多热心的人，所以回来以后我就决定开始学习韩语。那个时候，我除了在学校学习英语以外，其实我没有学过第二个国家的语言。换句话来说，就是我没有经验。我跟大部分学习者一样，都是从发音字母开始学起的。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些资源，我就自己开始学习字母和发音。但说实话，这个阶段还挺枯燥的。枯燥就是无聊，没有意思。很多人可能在这个阶段坚持不下去。那你们呢？你们在学习中文、学习拼音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到很枯燥？有没有差点坚持不下去了？你们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经历。如果让我重新再来一次，我会选择在学习字母发音的同时，搭配一些常用的、简单的日常用语，边学字母边学日常的句子。比方说，我很开心，我今天吃了面条，我喜欢这个，我想要这个。然后拿这些句子去跟韩国人对话，会更有成就感。那时候呢，我已经有一位韩语老师，他说我的发音比一般初学者要自然得多，
学习起来也更快。我想了一下，这可能是跟我平时大量观看韩语节目，长时间沉浸在韩语环境中，习惯韩语那种语音语调有很大的关系。虽然那个时候我没有认真的在学，但是我耳朵已经习惯了这种语言。我真心觉得看视频真的是一种很自然的学习方式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坚持拍中文 vlog 的原因。有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在想你在学习，但是你总会自然的学到一些词语还有表达方式。长时间沉浸在目标语言环境当中，会让你以后学习轻松很多。如果那个时候有像 LingoPie 那样的学习软件，应该可以省下我的很多时间和精力，让我学习更有效率。LingoPie 是一款可以通过真实影视内容来学习语言的 APP，像电视剧、综艺、纪录片都有，超过3000个视频，每个视频都提供交互性字幕，视频右边就是完整的文本，一边看一边查词，还有语法解释，让我们的学习变得高效。如果你想测试一下自己的发音，还可以模仿视频里的台词，录下自己的声音，系统会给你评分。我们可以通过 LingoPie 学习超过13种语言，包括中文、日语、韩语这样很受欢迎的亚洲语言。我们可以在电视、电脑或者手机上学习，随时随地就能学习。如果你也正在学习一门语言，正在找一款高效有帮助的学习软件，我推荐你可以试试 LingoPie。用我的链接可以免费试用7天，还有4.5折，赶快去看看吧。现在回到我的学习过程，那个时候我刚学习韩语不到2个月的时候，就找了一位韩语老师，在网上练习口语、练习对话。他是韩国人，但那个时候我就只会几个基本的韩语句子，有些还是看韩国综艺学的呢。但是现在看来，我这个决定完全没错。可能有人会问，你现在是基础水平，为什么你不先用课本学习，然后再找老师练习口语呢？连简单的句子都不会，怎么练习口语？怎么跟韩国人说话？这个时候呢，你只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，慢慢引导你组成句子就可以了。就算你只会几个词语，老师也能帮你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，并从这个句子延伸出其他的表达方式、其他的句子。所以，如果你有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，你就不需要担心这点。对的，这个时候我还没有用课本，我直接跟韩国人对话，因为对话本身就是学习的过程，对话就是最有意思的学习方式。反复使用你学过的词语还有句子，自然你就能记住了，不需要死记硬背。我也常常跟我的学生说，上课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说，主动问问题，主动表达，不要等老师来提问，因为被动的学生会错过很多练习口语的时间，练习口语的机会。这样长期下去，你的口语真的练不出来。所以主动说，主动分享，主动问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很多人可能会相信，在课堂上应该是由老师带领学生，但是在我的观点，应该要反过来，由学生带领老师，这个才是对学生好的学习方式。在学习初期，我除了在网上跟韩国老师上课练习对话以外，我也搭配了 Anki 来练习。大概在前6个月，我都用 Anki 来背句子，还有练语法。
我找的是那种日常韩语1000句，一连几个句子都是用同一个语法，让你在学习句子的时候不用死记硬背语法规则，在大量的句子当中，你就可以掌握语法的结构、语法的规则。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方法，也非常的高效。但到后来，大约学了1年多、2年左右，句子越来越多，你一直用这个方式来学习的话，难免会有点无聊，因为形式确实是有点单一，就是看句子、说句子、背句子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应该要寻找一些更有趣、内容更丰富的学习资源。在开始学习韩语1年多、2年的时间内，我都是综合运用这几个办法来学习。看韩国节目，用 Anki，在网上跟韩国人聊天，上韩语课，下课以后复习做笔记，然后偶尔会阅读简单的韩语书，综合运用这几个办法。对的，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用过韩语课本，但是那个时候我的韩语已经可以跟韩国人进行基本的沟通了，而且我也不怕跟韩国人沟通，那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跟韩国老师上课的原因。因为有很多人一开始自己学习，然后到后来，其实他们的水平不差不低，但是他们真的很害怕开口，真的很害怕跟中国人说话。我有些学生也是这样的，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在学习的初期就跟中国人聊天对话。那在2年的时间内，我的韩语进步得非常快，我也非常满意进步的速度。但之后呢，我就来到了瓶颈期。瓶颈期，我相信很多学习语言的人，学到某个时刻以后，感觉自己无论再怎么努力学，都没有进步，或者说进步得很慢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很容易灰心丧气，甚至失去自己的信心。但我想跟大家说，这种情况非常常见，不只是你一个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。我觉得大部分人，绝大部分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因为一开始学的时候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懂，就像一张白纸一样，上面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就能学得很快。但随着我们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，我们记的东西到一定程度，就感觉自己进步得很慢，这不是正常的吗？我觉得这个非常正常。到了中高级，越到后面，学习进步就会越慢。那个时候，我感觉自己也遇到了瓶颈期，我是怎么克服的呢？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在网上报了一个韩语小班课，跟着老师用课本开始学习。我发现课本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整理工具，它可以把我之前看过的、听过的、学过的东西系统化、整理好，让模糊的概念变得清晰起来。还有一些你从来没有见过的语法，在课本里面都给你整理好了。我经常跟学生说，只要你把 HK3和 HK4的词语、句子、语法学扎实了，那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基本沟通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学韩语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很多实用的词汇和句子，在基础课本当中反而出现的最多。HSK5和 HSK6的课本当中，当然也有一些实用的词汇还有语法，但有些课文比较落伍了，就是不太符合我们现在的时代。有些词语并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，所以学生学习起来就比较难，比较吃力。所以说课本有没有用？当然有，课本有课本的价值，但是我们要有判断力，
知道什么时候用它，什么方式用它。在里面我们该学习什么内容，我们要自己去判断。用课本学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就想测试一下自己的韩语水平还有能力，我就报名了韩语的 TOPIK 考试。韩语的 TOPIK 考试就相当于中文的 HSK 考试，也是有6个等级。但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把高阶段的课本学完。你知道，考试有考试的方法，考试好不代表你真实水平高，考试不好也不代表你真实水平就低。我是怎么准备考试的呢？我考试的方法就是大量的刷题，大量的做题，然后总结整理。慢慢的，你在做题当中，你就会找到感觉。你做的题越多，你就越能发现考试当中哪些词语属于高频词，然后遇到这种题型的时候，应该用什么方法。这些都是有方法的。写作题就是背一些固定的句子，把一些固定句式背下来，根据主题不同，换不同的词语写上去，就是属于你的很棒的句子了。这里就有一个问题，学习一门外语，考试有没有必要？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。我个人觉得考试是可以的，因为它会给你动力，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，你也会学到很多东西。但你真的不必要太重视它，因为比起考试的分数，你的沟通能力、表达能力才是最重要的。大家觉得呢？最后，我想说，学习语言真的是一个慢慢积累、需要耐心的过程。大家真的要放平心态，不要心急。在中国有一句老话叫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”，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心急、你着急，很多事情是办不好的。学习语言也是这样，需要耐心，慢慢积累。活到老，学到老。我更希望大家享受的是学习的过程。这就是我学习韩语的经历啦。希望我的经历对你们有帮助、有启发。如果你们也有学习语言的小故事和好方法，在评论区分享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，再见。